继胡塞封锁红海后，伊朗宣布对以色列封锁波斯湾，后果有多严重？此前胡塞武装对以色列封闭红海，现在以色列袭击了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伊朗正式下场，准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将产生什么影响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观看的过程中，不要忘了点赞关注。巴以冲突不断外溢。根据相关报道，截止到去年年底，以色列每月的军费达到47亿美元。冲突开始前，以色列军费是18亿美元。增长的军费用于对加沙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对加沙的不断轰炸，导致大量无辜民众的死亡。截止到4月23号，因巴以冲突丧生的巴勒斯坦人为34183人，另有受伤人员77143人。冲突开始之前，加沙贫困人口占比约2%，45%劳动人口失业。到2023年12月，失业率飙升至79.3%。1月31号，联合国报道中表示，加沙超50%的建筑物都已经被摧毁，不适宜人类居住。2023年，加沙地区的 GDP 下降24%，人均 GDP 下降26.1%。2007年至2022年，加沙地带的经济平均增长率为0.4%。如果按照这一数据推算，那么到2092年，加沙经济才能恢复到2022年的水平。根据联合国2月19号发布的报告，加沙地带食物和饮用水严重短缺，92%2岁以下的婴儿以及95%的孕妇和哺乳期妇女面临严重的食物短缺。根据4月23号报道，4月19号，以色列军队撤离后，在加沙汗尤尼斯市纳尔塞医疗中心发现近300具尸体，部分死者曾遭受虐待。这样的情况在加沙北部城市加沙城的西法医院也曾经出现。3月18号至4月1号，以军第2次攻入并占领西法医院。以军撤离之后，在西法医院发现大量尸体，其中一些遭到军用车辆碾压。联合国23号呼吁对有关加沙2家医院的乱葬岗展开国际调查，并称以色列可能犯下战争罪。当天，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的哈宁省。作为报复，黎巴嫩真主党在当天用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沿海城市阿克里北部的2个军事基地。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交火暂时没有演变成全面战争。比黎巴嫩更进一步的是也门胡塞武装。为了迫使以色列打开加沙的物资运输通道，胡塞武装队已封锁红海，导致全球供应链受阻。此次冲突直接改变了中东原本的格局，美国帮助以色列与阿拉伯和解的计划被打破，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等国地区武装更加活跃。由巴以冲突外溢的伊以冲突。在此次的巴以冲突中，伊朗算是一大变数。之前的中东战争，伊朗并没有直接参与。去年10月，伊朗外长的中东之行开始，依次经过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等国。10月12号，以色列空袭叙利亚机场，导致伊朗外长被迫改到黎巴嫩首都贝鲁特。10月29号，伊朗总统称，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罪行已经越过红线。此时的伊朗并不想直接下场，毕竟国家还处于制裁中。分析认为，发文中的红线，一方面指以色列无差别攻击平民的行为，另一方面是以色列侵略巴勒斯坦的行动。而且伊朗表示，以色列过线的行为会迫使每个人采取行动。这句话一方面给伊朗留下了一定的反应空间，避免过分刺激以色列和美西方；另一方面又警告以色列，表示后续行动是对以色列过线行为的自卫。但是这都是之前。当地时间1月15号夜间至1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以色列间谍总部以及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据点发动空袭。1月21号，以色列袭击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导致5名伊朗军事顾问在袭击中死亡。后续多名伊朗人员在以色列对大马士革的袭击中丧生。当地时间4月1号，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再次遭遇以色列空袭，伊朗驻叙利亚使馆领事处被炸，导致13人死亡，其中包括了7名伊朗军事人员。使馆区是国家主权领土的延伸，以色列这一行为是对伊朗国家主权的侵犯。伊朗表示一定会对以色列进行报复，并称大马士革袭击的主要责任在支持以色列的美国。当地时间4月13号晚，伊朗向以色列发动数十架自杀式无人机，耶路撒冷、特拉维夫、贝尔谢巴以及迪莫纳等城市遭到袭击，造成1人死亡。
这是伊朗首次从本土向以色列发动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袭击伊朗驻叙大使馆的报复，并称行动已经结束，提醒以色列不要犯错，警告美国必须置身事外。3. 封锁波斯湾有何影响？在对以色列进行报复后，伊朗再次表示，如果以色列再度挑衅与袭击，伊朗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第二天，伊朗就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伊拉克通电话，讨论加沙地带的局势以及伊朗与各国的双边关系。如果伊朗真的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就跟胡塞武装封锁红海差不多，美国及其盟友将受到极大限制。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后，波斯湾进出受阻，美国在巴林境内的第5舰队就被锁住。美国正在红海搞护航，本身属于远程补给。伊朗封锁波斯湾后，该舰队就无法与第5舰队策应，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到时候，美国对胡塞武装的牵制和对以色列的支援力度都会减小。霍尔木兹海峡是波斯湾石油运输通道的咽喉，每天全球石油消耗量的20%都从这里经过。封锁这里会对国际油价产生影响。之前美国制裁俄罗斯能源，导致全球油价上涨，美国国内也因此通胀加重。通过封锁波斯湾，伊朗能加大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施压力度，以使以色列尽快停止再续行动。